今天我带了2台很特别的相机来到镰仓，一台只要3990元的柯达 Pixel Pro C1， 第一台是14年前的 iPhone 4S， 一台超便宜，一台超老，但拍出来的照片可能比你想象中更有味道。今天要对比的是2台很特别的拍摄工具，柯达 Pixel Pro C1 与 iPhone 4S。先说柯达 C1， 这是一台入门级的数位相机，定位就像早期的傻瓜相机，它的感光元件不大，画质只有约1000万左右，功能非常简单，几乎就是拿起来就能拍，没有自动对焦追踪，没有高阶曝光模式，也没有现代数位相机常见的防手震系统。优点是操作直觉，拍摄节奏很放松，不会让你一直纠结设定或画质。它拍出来的画面有一种微微偏暖的数位感，甚至带点复古风格，细节不多，但整体感觉很轻松。再来是 iPhone 4S， 这台14年前的手机相机配备800万画素感光元件，当年算是非常先进的手机摄影规格。虽然今天看解析度已经落后，但它的自动对焦、脸部侦测、自动曝光以及白平衡控制，影像处理比 C1 更精准，颜色比较准确，动态范围比 C1 广。拍摄快速移动的物体也更稳定，缺点是感光元件小，低光或高反差场景下容易出现噪点或过曝。如果对比2台的拍摄节奏，希望让人慢下来，按下快门后不会立即检查照片，也不会过度修图或重拍。iPhone 4S 则反应快速，操作直觉，拍出来的画面比 C1 锐利，但缺乏那种随性的复古感。C1 的模糊、曝光不精准，甚至颜色偏暖，反而成为它的特色，让照片有回忆感。4S 虽然画面干净，色彩更准确，但缺少这种微妙的温度。从规格角度看， C1 的快门速度较慢，感光元件小，没有进阶功能，但低画质反而降低了拍摄焦虑。4S 具备自动对焦、白平衡控制和曝光补偿，影像锐利，颜色准确，但操作节奏快，拍摄过程更偏向即时记录。这2台相机让我体会到，摄影不一定要追求最尖端的硬体或最高的像素。C1 提供的是放慢脚步的自由感，让你专注在画面本身。iPhone 4S 提供的是稳定与直觉，让你快速记录瞬间。每一台都有自己的优缺点，也因此产生不同的拍摄感受。总结来说，柯达 C1 是简单、随性、带点复古味的入门数位相机， iPhone 4S 则是直觉、稳定、色彩准确的经典手机相机。C1 的限制反而成为特色， 4S 功能则带来便利。这样的对比让我意识到，无论设备如何，最重要的是用心观察，用快门记录生活，而不是一昧追求规格或画质。摄影真正留下来的是当下的感受，而不是数据本身。
C1的操作也非常简单，它没有自动对焦锁定，没有脸部侦测，也没有任何进阶模式，几乎就是按快门就拍。这代表拍摄者的注意力不会被功能干扰，而是更多的集中在构图与节奏感上。快门速度慢，对快速移动的物体抓取能力有限，这在以前可能会被视为缺点，但现在反而成为它的一种特色。它拍出来的照片带有微妙的模糊感和动态痕迹。这种不完美也被不少摄影爱好者当作风格化的元素。相比之下 ，iPhone 4S 的规格虽然已经过时，但在某些功能上仍然比 C1 更完整。不过在硬体规格上 ，C1 的感光元件其实比 iPhone 4S 更大，这也让它在理论上拥有更好的进光量。iPhone 4S 的解析度为800万像素，配合自动对焦与脸部侦测，使用拍摄更稳定，对移动物体的反应也比 C1 快很多。在演算法方面 ，4S 的曝光控制和排平衡表现更精准，整体画面看起来锐利且色彩准确。虽然少了一点复古感，但非常适合快速记录与日常生活拍摄。相较之下 ，C1 的细节解析并不高，但它的影像风格更偏向柔和与随性。在光线控制上，两台相机差异也很明显。C1 在强光环境下比较容易出现过曝的情况，动态范围也相对有限，亮部细节有时候被压缩甚至消失。但有趣的是，这种偏向高光的表现反而带来一种特殊的氛围感，看起来更像早期数位相机或底片的感觉。iPhone 4S 的影像则偏冷一些，色彩准确，锐利度较高，但画面情绪会比较中性。如果把两台设备放在同一个场景拍摄，你会发现它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绪。C1 像是一张旧照片，或者是旅行中的记录本，而 4S 更像是数位日记，干净、准确，但情绪相对低调。总结来说，柯达 C1 与 iPhone 4S 的对比，其实不只是技术规格的差异，更是一种摄影观念的不同。C1 提供是一种放慢节奏，享受拍摄过程，甚至接受瑕疵的自由感，而 iPhone 4S 则提供快速、稳定与便利的拍摄体验。两台设备各有优缺点，也因此带来完全不同的拍摄方式。无论是追求复古氛围，还是单纯想记录日常生活，它们都能带来属于自己的乐趣。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像素有多高，也不是功能有多少，而是如何用快门捕捉当下的光线、色彩与情绪，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忆。拍完才发现，好的照片不一定来自最新设备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按下快门。3990元的相机或14年前的手机，都能留下属于当下的镰仓回忆。
你会选哪一台？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